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热点追踪。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笑到最后，胡春华复活了；斩杀线太洗脑，美国人都活不下去了；印度神童最新预言曝光，警告中国、朝鲜、菲律宾惨了；风声鹤唳，中国多地取消跨年夜活动；冬季风暴袭美国东北部，逾千航班取消，误点交通大瘫痪；姜昆美国唱红歌风波持续发酵，辟谣遭证据打脸。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8日，星期日。首先来关注笑到最后，胡春华复活了。2025年岁末，中共残酷的内斗持续进行中。12月27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罢免8名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包括政坛和军坛。其中政坛的有前江苏国资委主任谢正义、前湖南人大副主任邬兰和前新疆政协副主席金之镇。另外5名来自中共军方的高级将领，包括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前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前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长王鹏、中将前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上将、前武警部队政委张宏兵上将。根据中共相关规定，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意味着正在接受审查和调查，相当于正式官宣落马。其中王仁华、张宏兵、王鹏是首次官宣出事。早在1年前，王仁华和张宏兵就已经在体制内失联。而何卫东的遭遇最让人震惊，他曾是习近平的亲信，2022年20大上联跳2级破格进入政治局，并出任军委副主席。今年3月两会后突然消失。10月4中全会前，何苗华、何鸿钧等9名上将一同被开除党籍军籍，如今又被罢免人大资格，标志着这位军中第3号人物彻底出局。何卫东是中共近60年来首位在任军委副主席被清洗。其出事在军内外引发强烈震动，中共整肃的烈度也由此可见一斑，军队高层失踪现象亦日益明显。12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上将军衔晋升仪式，央视画面显示，除2名新晋上将外，仅有4名现役上将出席。相比2024年底同类仪式中20名上将同时现身，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去向成谜，他连续缺席多个高层会议，包括最近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闻他涉军工腐败或政治问题，但官方尚未确认。在中南海大举整肃的同时，另一个政治信号却显得格外突兀。长期被视为边缘人物的胡春华，近期却频频在党媒中复苏。12月18日，人民网发布报道，吹捧墨脱茶，这已是党媒今年第7篇相关报道。而墨脱茶被时评人唐靖远视为胡春华在西藏灵芝任职期间的重要政绩。12月15日，人民日报更宣传胡春华曾任职的拉萨、灵芝、山南3地共融。评论人士江峰指出，金融机构已向墨脱茶企支付茶清款超6000万元，这种资金倾斜是明显的政治风向，显示胡春华并非废人。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也认为，官方正在系统性重写胡春华的领导能力。坊间热传2026年5中全会可能增补胡春华进入政治局，并在21大进入常委。胡春华能否重返中共核心圈，已成为2026年中国政治最大的悬念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斩杀线太洗脑，美国人都活不下去了。斩杀线这词儿最近太火了，火出了微信，火出了知乎，还火出了海外华人圈。不知道还以为是美国把中国难民的偷渡路线给堵死了的斩杀。小编还觉得奇怪，这种不符合主旋律的事情怎么还能火？后来看完小编明白了，斩杀原来斩的是漂亮国的人，怪不得火成这样。毕竟中国小粉红最喜欢看到美国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了，即使现在中共维稳经费不够用，可能一条帖子连5毛都没有，那也不影响粉红们自带干粮嗨起来。斩杀线是啥意思呢？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是这样解读的：斩杀线源于网络游戏术语，特指 BOSS 血量降低到临界值以下就可以被秒杀。美国的斩杀线现象，则是指由于长期的财务紧张状况，让美国部分中产人群处于脆弱的状态，一旦遇到生病、意外或者官司，就可能出现财务破产，生活质量持续跌落，最终沦为流浪汉。在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部分所谓满血斩杀的案例，如一些美国明星和富豪因为各种原因突然破产，流落街头。根据美国媒体的数据，美国流浪汉的平均生存时间是3到5年。近日，相关话题在网上被一些留美多年的华人和留学生以直播聊天的方式带火了。他们中有人因参与慈善活动
或因学术研究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底层普通人，从而近距离观察到了大量美国中产阶层破产后的糟糕境遇。这家党媒称，美国长期充当世界警察，今年以来又多次掀起贸易战、关税战，搅动世界经济。斩杀线现象充分暴露了美国内部的严重民生和社会问题。接住，不忘吹嘘红潮盛世，指中国不会出现斩杀线的现象。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十四五”期间，中国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迈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再看“15”规划建议，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分量最重，贯穿始终。北京日报这种捧高踩低的宣传手法遭到大量网友的嘲讽。有人说，美国斩杀线好可怕，美国人活得都这么难了，你们就别把孩子往那里送了。很想知道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孩子是不是送到米国让人家斩杀？灯塔国活得这么难了，咋没有走线去其他国家的？反倒是东方大国天天想办法往人家那儿跑，当难民。什么时候发明一个一键拉黑选项这么夸张都信？太多弱智了。渔民为主，你可以想象一群农民工在路边摊谈论着国际时局，嘴里冒出的都是美国底层民不聊生之类的话，然后得意的比吃了药还亢奋。这是新时代啊 ，Q 精神，没必要觉得奇怪。关于中共喉舌为啥在年底炒作斩杀线这个事，有网友分析，感觉可以从2个角度看待这事儿。一是墙内最近确实是憋住一股气的，经济下行加，国家已经摆明要放弃消费、保生产和出口，那大家总要给自己吃的苦头找个理由，或者说找个奔头。简中最近流传着很多神话，比如靠着廉价制造业彻底抢走发达国家利润，机器人和新能源靠着价格优势断层领先，6代机核动力航母对比美国制造业衰退，再也造不出军舰，等等等等。给大家的一个愿景是，大伙再咬牙坚持一下，我们为了工业生产付出的代价就能换回巨大的回报，包括取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有的小粉红是发自内心的相信美国很快会自行解体，或者机器狗大军能推平日韩台登陆西海岸的。2是类是美丽新世界里的一种偏乌托邦的角度，就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不但要阶级分明，还需要每个阶层的人都自发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是最好的，不再羡慕别的阶层。比如想象欧美存在斩杀线，政府不在乎穷人，且相信闹钟政府真的在大力均贫富扶助平民，那对社会底层生活相对不好的人来说，自己所处的环境就是最好的，便会对中国稀烂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宽容，因为别人做得更烂，我这种情况在美国就是斩杀。幸好生在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就更视而不见。那对于富人来说，与其每天让穷人觉得凭什么你能过好日子，你抢走了我的生活，惦记住他们的财产，还不如让穷人们发自内心的相信你，虽然有钱，但是脑子不太好使，被老美忽悠了，花大钱跑去过苦日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印度神童最新预言曝光，警告中国、朝鲜、菲律宾惨了。印度神童12月24日在莫斯科发布2026预言警告，2026全世界将进入400年才有一次的历史转捩点，充满风险，也蕴藏重大突破。曝光4个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国家，特别点名中国，警告台湾与全世界要注意2026年4月、7月跟11月3个时间点。印度神童指出，2026年全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是40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历史转折点。与2020年前相比，最近5年全球因战争与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明显上升，世界局势已经产生根本变化。2026年虽然延续这个趋势，但将出现转折性的关键事件。印度神童警告，根据他的占星分析，2026年需特别关注4个地区：第一，中国西北与东北地区；第二，菲律宾；第三，朝鲜；第四，朝鲜半岛周边国家。其中，朝鲜如果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将波及整个自由世界。印度神童指出，根据星象，2026年有3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一，2026年4月，特别是下半个月；2026年7月24日前后，前9天与后10天左右；3、2026年11月中旬左右。印度神童强调，预测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慌，而是提醒世界提前做好心理与安全准备。继续来关注，害怕出大事，中国多地取消跨年夜活动。2025年已进入尾声，将迎来2026年新年。近日，
中国大陆多地发文宣布取消跨年夜的活动，具体原因不明。此事引起网民热议。从网友上传的图片显示，大陆多省发出取消跨年夜活动的通知，如陕西西安、安徽合肥、宿州、广州、江苏苏州、河南郑州等等。五媒近日报道，2026年1月1日新年将至，大陆多地发布通知称不组织跨年夜活动。12月25日，郑东发布称，郑州千禧广场、金融岛、智慧岛区域及周边商圈今年不组织任何形式的官方新年倒计时、跨年夜演绎等大型群众性活动。12月26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称，2025年12月31日晚，广州市北京路、东山口、广州塔、永庆坊、花城广场及珠江两岸周边区域等公共场所均没有组织迎新年倒数等任何形式的大型群众性活动。12月25日，遇见美好北海跨年音乐节组委会公告，原定于2025年12月31日及2026年1月1日举办的音乐节将取消举行。12月19日，合肥当局发布称，2025年12月31日晚间，合肥淮河路步行街、洛港公园部开展跨年相关活动。12月17日，宿州通桥发布称，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原定于2025年12月31日举办的2026宿州跨年音乐狂欢夜将取消。苏州中心商场近日发布称，2025年12月31日跨年夜苏州中心不举办跨年倒计时等活动，商场内部设置跨年延时营业服务。上述举措引发海内外网民热议，为啥？发生了什么吗？为啥那么多地方取消跨年夜的活动？不是要促进消费吗？这是呼吁我们齐齐作家观看 CCTV 新年晚会吗？这是强制不让办跨年夜活动吗？谁能说说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样的？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到底在害怕什么？害怕大规模事件吧？中共恐惧一切民众聚集活动，四面楚歌了。经济形势不好，搞大型活动容易发生骚乱，主要是地方政府没钱了，包括维稳开支，取消跨年夜活动就没有大规模的就有牛马聚集，有助于减轻中共的维稳压力。冬季风暴袭美国东北部，逾千航班取消，误点交通大瘫痪。受大雪影响，美国东北部与五大湖区域10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或误点。此时正值圣诞至新年期间的旅游旺季，公路与航空涌现成千上万旅客。美联社报道，纽约市26日晚间至27日清晨降雪约 10.2 公分，略低于部分气象预报。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26日晚间起至少有1500架次航班取消，但到了27日上午，陆空交通均已逐渐恢复畅通。美国国家气象局马里兰州气象员欧拉维克表示，风暴明显正在减弱，今天上午东北部仅有些微飘雪。欧拉维克表示，风暴正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纽约市周边地区以长岛中东部积雪最深，超过15公分，而在更北边的卡茨基尔山区，部分社区的降雪量更厚，达25公分。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甘乃迪国际机场与拉瓜迪亚机场26日均在社群平台 X 发布降雪警报，提醒旅客受天气影响，航班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等变数。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五大湖区至中大西洋岸地区北段及新英格兰南部的交通极为危险，可能出现树木倒塌与停电灾情。在风暴来袭前，纽约州州长侯可以对该州超过半数地区发布紧急状态。纽泽西州代理州长维伊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最后来关注持续追踪的新闻。姜昆美国唱红歌风波持续发酵，辟谣遭证据打脸。圣诞节前，一段视频在中文网络疯传，75岁知名相声演员、中国区一家协会前主席姜昆，在美国加州一栋带泳池的豪华别墅中，领住一群老艺术家合唱红歌《我和我的祖国》，引发舆论争议。姜昆曾公开批评圣诞节庸俗，有中国网民讽刺说，今生无悔入华夏，家在加利福尼亚，抗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太魔幻荒诞，这爱国故事足以进聊斋。风波升级后，姜昆助理26日回应称，视频是恶意拼接虚假内容，姜昆近期没有出国，正在国内筹备新节目。视频原拍摄者中国歌手池云也在27号发文说，视频是12月19号拍摄的，地点是在洛杉矶的朋友家，姜昆加州豪宅是造谣。不过这一澄清也见接作实，姜昆当时人在美国，打脸助理近期未出国的说法。另有网友也晒出了11月中旬在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偶遇姜昆的图片，当时两人在航班头等舱内合影，姜昆行踪清晰，
证明姜昆近期的确有出国。姜昆事件意外撞车，近期主管中宣布的蔡奇主导的美国斩杀线舆论战，两者对比形成强烈讽刺。而姜昆事件一出，离岸爱国瞬间斩杀了这一宣传。网友调侃，一边在墙内热炒美国中产返贫，一边是体制内艺术家在美国豪宅区享福唱红歌，这是何等的讽刺啊！